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戴月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4月1号哦，虽然是愚人节，但是我们谈论的话题非常严肃，一点都不愚人。好，因为这牵动的就是全球的局势发展。好，我们还是要来谈到就是美伊开战。好，目前看到啊，现在呢，伊朗说中东哦，美军的中东基地已经不再安全。好，这是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部，他们说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哦及其掩体哦，对美国的官兵来说已经不再安全，就表示说他们都可以精准的瞄准到任何的位置哈。好，那现在美国媒体啊，甚至还说啊，伊朗的空袭，我们前几天不是谈到有一架E3的预警机吗？所谓的空中之眼。但是现在说啊，不止一架哈。好，伊朗27号空袭了是沙国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好，造成一架要价3亿美元的美军E3哨兵空军预警机受损。但是30号最新的消息是指出啊，其实是2架E3的预警机遭到破坏哦。那考虑到全美哦这个美军呢全球只有15架。所以哦，这算起来损失真的是蛮大的哦。所以哦，现在看起来说，可能在伊朗空袭这一次当中哦，美军有2架的这个E3预警机受损。好，那我们也看到，大家就好奇啊，说美军到底什么时候要展开地面战？因为看到人员都已经铺天盖地的往中东这边来去了。好，我们看到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说啊，接下来几天就会是决定性。好，那就是呢，对伊朗展开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哦，跟什么时候，赫格塞斯不愿透露，他只有保持说不可预测性，让敌人难以预料。五角大厦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飞弹、无人机跟海军。好，那我们也看到嘛，确实如同大家报道所说的哦，这第3艘美军的航舰6000名的兵力都已经增援中东。那美国的这个防长就赫格塞斯哦，则是有呛伊朗。好，我们先看到啊，这是五角大厦在3月31号下令部署第3艘的航空母舰布希号前往中东。好，另外还有3艘的驱逐舰随行，所以整支的航舰打击群哦，有超过6000名的水军。那赫格塞斯哦，则是呛瞎说啊，不用担心我们美国哈，因为美国有15种不同方式以地面部队对他们来采取行动。他说确实如此，那如果有需要，美国可以执行所有这些选项，或许也可以都不动用哦。我不希望在军事上做出超过必要范围的行动。大家有发现吗？赫格塞斯的说法跟他的说话越来越像他的老板川普了哦。好，那当然川普谎称说啊，美伊战争将结束，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哦，因为呢，美国的脱衣舞娘还爆出了一些现实的状况哦。我们看到了，因为川普多次的表示说啊，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实际的情况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那有一名在美军基地附近工作的脱衣舞娘，她表示说啊，周末有看到很多的军人上门花大钱，他觉得这现象很不寻常。他就讲说，他在跟这些军人互动的时候，虽然对方的口头上说是来放松娱乐，但整体的气氛哦显得非常低落。那甚至有人还坦言哦，下周就要部署了。好，所以到底美伊战争要不要结束了？我们大家也是看了这个一团迷雾哦。那美伊高官就美军可能发动地面战密集的发声警告。我们看到这是伊朗最高的外事顾问哦，他说敌人对伊朗任何地区的地面入侵都会遭到历史性的失败。好，那美国现在啊，不只是讲这个地面战啊，还当然要用一些心理战哦。那这心理战呢，我们先看到就是川普，他特别讲到美伊间哦达成和平协议，不是美军撤离伊朗的前提。他认为只要美国认为伊朗没有办法拥有核子武器，其实就可以从伊朗撤离了哈。好，一直在帮自己铺台阶，所以他也预计美军会在2到3周就会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他每次讲一个时间点，伊伦都不相信，因为他都是讲而已。从刚开始说3到4周，又拖到现在，又说还要2到3周，好，我们打个问号。但是呢，这心理战是必要的哈。卢比欧他们的国务卿就讲说，对美国跟伊朗政府内部某些人士合作抱持着希望。
那美国私下他已经收到一些讯息哦，甚至跟伊朗内部的某些人士有直接对话。所以有人觉得美国就在打心理战，而且就是要分裂伊朗的内部好，同时坚称这场战争旨在终结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说这些人是疯子，他们疯了，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对未来怀抱世界末日般的愿景，所以绝不能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好，那现在伊朗确实也有一些决策大乱嘛，不过我们看到这又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是纽时的报道，他说有很多的情报指出这场战争已经重创了伊朗核心的决策体系。那由于前最高领袖哈米尼跟多名国安高层在首波的精准打击中丧命，幸存的政府官员如今就陷入了极度猜忌跟恐慌。那很多人就觉得，你透过《纽约时报》来放这讯息，不就也在透过媒体进行大外宣吗？塑造伊朗的政权好像怕了。那现在川普呢说伊朗的政权已经更迭，那专家就打脸了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或者说没有。那政权更迭是美伊战争的目标那却又说似乎不是，所以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正是川普政府释放出混乱讯息之一。但我们看到华府的智库学者则是特别的打脸他说伊朗现在呢发生的是人事更替，不是政权更迭只是换了不同的人，但却仍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好，那我知道川普政府不会不了解一定会比这个华府智库的学者更理解现在伊朗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他们当然是因为要为后面的做一些铺排跟准备嘛。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现在呢伊朗说中东美军基地已经是不再安全了，可见他们后续还是有留一些底气跟一些王牌。我们未来老师目前看起来双方都释放出讯息说可以谈，也愿意谈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不达成协议也没关系但是只要我把对方的核武都摧毁了，已经被摧毁了，然后我现在只要再把他的海军都消灭，也被消灭了现在再把一些剩有的一点点的导弹部队再把它打击掉，空军也没了，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宣告胜利，也可以宣告结束。然后他说，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的政权已经更迭了，老哈梅内伊已经死了，他的整个执政团队都死了，所以这个新的哈梅内伊，也就是小哈梅内伊上来，他算是个政权更迭。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认为说，这不叫政权更迭了，因为他的这个神学式的统治的结构都还在，都没有变动，没有变动，你不能说就这样子叫做政权更迭，他也没有被推翻，他只是人事变动而已。就好像说你以前是拜登总统，现在是川普总统，但你不能叫做这个政权更迭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没变嘛。那你不能够因为这一届的总统下来的话，另外一届，那你就说这叫政权更迭，这个逻辑上很怪嘛。但是川普说那是你说的，我说了算，我说政权更迭就政权更迭，所以我已经达成第一个目标了，政权更迭了。我已经说他已经短时间不可能知道核武了嘛，如果能知道，那现在做出来给我看做不出来嘛，所以我已经说他就是没有核武。好，那接着他就说，那我们就可以谈判。可是如果不谈也没关系不签协议也没关系，只要我说了就算。那这个很厉害这点就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好，那伊朗的总统也说，我们可以谈但是前提就是你不能再打我你必须要向国际间承诺，你绝对不再打我。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那我们就停战嘛。那停战要不要达成协议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双方都停战。那停战那就是美国是不是要撤走？可是美国一直要撤兵的意思那美国如果说它是1到2周内就要撤兵，那也就是在4月中旬左右，英国的国王到美国访问之前，是不是美国就要撤兵？如果是如此的话，那请问占领哈尔科岛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有人说美国要占领哈尔科岛，就是要去摧毁它的石油设施，那不需要占领，轰炸就可以摧毁它的石油设施了。所以占领哈尔科岛的目的是要掌控伊朗的石油。可是如果你占领了哈尔科岛，你的军队又撤走，那你占领哈尔科岛的那个美军那就很惨了，那绝对没有活路。那
你也拿不到伊朗的油，然后你也没有活路，那所以占领哈尔克岛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嘛。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他要去攻打哈尔克岛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不是就排除了？因为都不合逻辑。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说，那到底美国到底是要打还是不要打？其实看起来是要打了，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说看起来是要打了？当然，有些人是从这个美国的军营周边的这些情色场所来去做推断跟分析。我的分析点是从哪里呢？美国的国务院，即使他的国务卿卢比奥说很有可能终点线已经看到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是不久的将来这个终点线到了。可是您知道，美国的国务院昨天3月31号紧急要求在沙特的美国的公民全部离开，如果来不及离开的，就寻求紧急避难。那这难道不就是另外一种讯号，要打地面战，然后怕伊朗全面反击的一种征候吗？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也好，今天股市涨得一塌糊涂，小心乐观的如果早了一点，恐怕就不是好事哦。对，因为赖教授跟我想一样，因为接下来我们有连假，每次在连假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要小心哦，抓紧了哈。县长，战事的部分，我曾经拜读过拜登的，对不起，那个川普的那一本书《交易的艺术》那他特别提到什么？他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个人的目的绝对不能让对手知道。那在谈判之中，如果让对手知道的话，那我们终究一败涂地所以他不断的发夹弯，不断的踏口，然后让大家不知道他真实的目的，但是不用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伊朗也不过就是长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看到颜色越深的，那其实也就是山越高它平均的高度就在1500公尺到2500公尺，那这边上面还有更高的3500公尺的部分你可以从里海攻击吗？你不行。那你唯一可以的，也就是从伊拉克。那伊拉克这里又遇到了高山，你又不可能。所以按照2·1战争，也就是伊朗跟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其实要打哈尔克岛，就是从这一个湿地这边出兵的。那或者科威特也可以，不过科威特可能会很害怕，他未来会被伊朗打得更惨。那当然，沙烏地阿拉伯这边也可能打哈尔克岛，就是这个样子。另外，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海军第一个迪利波里号，第二个它有这一个机动的基地舰也已经出发了。那甚至我们讲到哈连预备队，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远征打击群，也就是我们讲全师号的部分已经接近，现在是接近波斯湾台湾没有，还很远，因为它是从圣地亚哥出发的，所以你就这2个地方可以攻击那所以你说你从阿富汗来吧，第一个阿富汗同意吗？第二个这里一样是高山，所以你不可能第二个我们讲说，他说可能会就突然的就停止了，然后他们就撤兵了，不可能赫格塞斯还在那边演戏。他说嘞，他在这个国会山庄报，他讲说，力求出其不意，你不用出其不意了，你只有时间出其不意而已。但是时间就是这样时间看得这么紧。那他讲说，包含地面的特遣队，你无法，如果说你告诉你的对手你愿意或不愿意做什么，然后那其实没有办法打赢胜仗那我们讲到他另外还派了2000名的伞兵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么多的部队也就是美国准备一步一步的陷入泥淖之中。那为什么呢？那其实这个先进的武器都不好用我们看到这个E3的这一个预警机它这一个攻击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它是被无人机打的。它被无人机打的，那这个E3的预警机代表什么？其实现代战争中，我们一直讲 data link， 我们一直讲体系化作战。体系化作战最重要的节点是什么？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是预警机你预警机才可以在大范围之中传递各种讯息。结果你一直被打，然后还有我们台湾的天兵说那个可以去沙漠里头把那个原来封存在那里面拿出来。
封存你要解封一架，大概要8个月，不要再做梦了。好，聂老师怎么看？OK， 今天是愚人节，到底有没有被愚我不知道，但这核议题的确我们被双愚了，什么意思呢？台湾也有被愚啊，我们的核四好像也被愚弄了。到底这个要不要起核？我们讲核发电这个议题呢，我们被愚了。第二个呢，国际间核武器到底美国有没有克服或者制服或者完全锁定也毁灭了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呢？这个也是被愚的吧？他一直要的几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完全限制你的核计划、核发展，然后呢，限制你的导弹的这个发展。你有了长程导弹啊、洲际导弹，再加上核，那我们美国的威胁力可大了，所以就再出现一个北韩，他哪得了？所以呢，他动不动就一定要以这个为这个市占，一定要打掉他的核。可是看起来从头到尾都没有啊。好，现在呢就搞到了能源，就搞到赫姆斯海峡，就发觉越来越多的议题，搞得这个川普真的头大又头痛了。不过我先讲一下，要拿和平奖的这个川普到底在干什么？他把国防部在几年前呢改成叫战争部，赫塞斯你就当战争部的这个部长。这时候呢，他动不动就挑起战争，你不觉得这是他挑起的吗？以色列一直想打，没有川普在后面撑腰，没有美国赶下去打，以色列赶到现在，虎视眈眈说我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因为以色列现在不打，我跟你讲就完蛋了，因为未来美国不撑腰，他打不起了。所以他现在趁势一定会一直喊哈。那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战争部做了太多的事情，当然这个赫克塞斯怎么出现，当然也就是川普 name 他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战争部长，当你帮他挡子弹都应该啦。所以一路走来，在这一阵，你看他挡了多少子弹，包括毁了人家的小学，杀了那么多人，他也要帮他擦屁股说，你说是不是？川普说什么，他就要跟着说什么。他一步一步的照着川普的路走，你说是不是越来越像川普？当然就越来越像嘛，哈。这是他这个走上战争。那我现在讲，既然战争起来了，假设一个人如果我这个霸权够财大气粗，我能够马上帮你克服搞定。但是现在发觉搞不定之后，他们两边呢就都有恐慌，都有担忧，都有害怕。那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当然也讲到非常清楚啊。你换人换不了他的意识形态，他意识形态就是神，你换不了这个神。他去中心化之后，赫克塞斯在2天前才讲一句话，他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真正领导人，真正在下号施令，他已经弄不清楚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吗？但是没有说他们的总统还是会向全世界示意，第一个向国际，第二个尤其向欧盟，告诉大家我们是被打的，我们是被侵略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一直强调一个要谈就一个最大的重点嘛，哈，听我可以，但是你不能再继续，而且要有保证，国际保证不会再来攻击我们，这不是最基本的求生存的道理吗？难道不行吗？可川普要的非常简单，就是一定要把你打到你全部投降，全部投降。人家不可能，人家也知道，一旦我全投降，我全部缴械，我未来必死必惨。其实去年的那个这个巴勒斯坦哈马伊也碰到这样的情形，他也一直叫你全缴械，最后还是一样很惨。所以伊朗非常清楚，除非有其他国际声浪能支持他，告诉他说我愿意谈，你们必须支持我。如果你们盟国只支持美国，我们打死都要打到底。好，有关美伊的开战哦，其实目前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好，当然我们谈了一阵子的美伊开战哦，但是你也很难想象啊，一个一直被打的人哦，但是他却一直讲说他不怕哦，就是伊朗。好，伊朗呢，他现在是真实承诺4第88轮的行动，他特别有讲说他们的革命卫队海军用弹道飞弹击中了以色列的货柜船。好，在随后一系列的协同打击当中，美军驻阿联酋的陆战队掩体哦，还有美军第5舰队部署在巴林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及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先进预警雷达，都遭到了无人机的精确毁灭性打击。好，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些最新的画面。好，那伊朗的总统现在喊哦，说不打我们就停战哦。但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又威胁了18家的美企哈。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伊朗总统就是裴泽斯基安，他说只要确定不会再次遭到美以的攻击，伊朗就已经准备停止战斗。好，那大家就认为说，这好像是一个停战讯号嘛，哈。好，但是同一时间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了声明，威胁说18家的美国企业说只要伊朗境内每发生一起暗杀事件，他们的相关部门就会被摧毁。
好，所以呢，在有些分析上面也特别讲到，因为伊朗是个神权政治嘛，那他们的革命卫队比较属于是掌控权力的，那有可能用裴泽斯基安伊朗总统的话语但是实际上要听的是革命卫队所说的。好，那更呼吁在中东的美国科技公司的员工立即远离工作场所，而且要求居住在这些公司办公地点附近的居民要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好，所以到底是不是还有可能会互相的开战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但是现在看到以色列哇，他不罢休看起来他比美国更杀红了眼。我们先看到纳坦雅胡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始终坚守任务而且改变了中东的面貌。他说以色列将持续的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继续粉碎伊朗的恐怖政权。好，那以色列的国防军还发布声明说要在4月1号打击伊朗所有的关键军事生产的设施。他们说大约占伊朗军事生产行业的70%好，当会全面的变成他们的打击目标。那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造成了14死27伤，所以有大楼毁损的惨况曝那美国跟以色列是在31号的夜间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这多座城市都遭受到猛烈轰炸，那有蛮多人丧生，27人受伤。但是以色列的国防军还是特别的讲说他们可以再打好几周，所以他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大声不断用战争来吓阻。那以色列现在还用了一项事情就是 AI。那之前不是也知道他们常常会斩首伊朗的高层嘛？那大家想说，哇，他怎么这么可以精准的定位啊？原来他就是用了 AI。这个 AI 神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色列军方用了这套机密的叫 AI 平台，对伊朗的高层展开了系统性的斩首行动。伊方称已经超过有250名的伊朗资深官员遭到击杀。那斩首不再是只靠传统的间谍，而是将多项监控跟通讯数据直接用于追踪打击的目标。所以看起来伊朗也是有备而来，而且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在短时间研发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布局安排。那我们要再看到就是这些事情不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事其实波湾国家都遭到了袭击。我们看到了科威特的机场也遭到了无人机攻击，发生了大火。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影片那科威特的当局说他们的国际机场遭到伊朗跟其支持的武装派别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是直接发生了大火，而消防人员是扑灭火势当中这场火真的蛮大的好，那现在有说其实川普一直蛮想收手的，但是盟友却施压他要继续的战斗。那有说一个国家最鹰派就是沙国跟阿联酋领头那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友私下施压，要求川普要继续对伊朗作战。那他们认为1个月的轰炸尚未重创德黑兰，所以不能在此时收手。好，哪一个国家最鹰派呢？说是阿联好，甚至敦促川普下令展开地面入侵。那科威特跟巴林也倾向支持这一项决定。那目前彭博社的报道说其实海湾国家可能会消耗2400枚的拦截弹，那库存几乎是会被清仓的。好，伊朗对海湾地区发动导弹攻势，导致防御方消耗了至少2400枚的拦截弹，这数字逼近战前大约是2800枚的总库存量，所以看起来也是库存几乎清仓的状态。好，我们看到了伊朗他发动了第88轮行动，我们先交给赖老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彼此之间都在相互的轰炸但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轰炸已经陷入了这种相当的有节制，也相当的有局限性的一个行为了。为什么？因为不像一开始的时候的那种大规模的，然后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目标，那么一天或者1个礼拜内打完，现在都没有。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说彼此的弹药其实都已经相当的紧张了。以色列的弹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的情形下，它根本不可能支持几个礼拜，更不用说几个月了。我们看到昨天它有一架这个运输机是运弹药的，是从美国这边出发，要经过法国拒绝让它借道通过，然后进入地中海的南端到以色列去。以色列就非常的恼怒生气
就直接威胁法国说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军工产业，你法国人就没有份了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色列本土的弹药有问题，他要从海外进来，海外就谁会给他？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给他的可能性最高。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美国不给以色列弹药，以色列根本不可能支撑下去。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嘛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一方面讲要撤，二方面又要给以色列弹药，你只要不给他就没得打了嘛，那就不是根本连谈都不用谈。但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太爱国了，他们太爱他们的祖国。他们虽然已经都是美国人了，他们是美国人的犹太人，他们是拿美国人的护照，可是他们的心都向着以色列国啊。那这个就是在美国的犹太人向着以色列国的话，他们当然就威胁他们同国的同样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包括川普说，你不支持我的母国的话，我就不会给你钱，那你就选不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金主就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啊，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种轰炸，坦白说只会造成对方的困扰。但是问题就在于，要透过这样的间歇性的轰炸，然后就说，哎，我屈服了，我投降了，可能性不大。所以伊朗因为要这种轰炸，然后就让以色列、美国或者海湾国家说我不打了，不可能。同样的道理，他们也要透过这种轰炸，要伊朗说我不打了，也不可能。即使这个以色列很有效率的击杀了领导的阶层，但是这很明显的就显示出伊朗的数位能力不够强。也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传统的情报，我是透过现代的科技情报，包括人造卫星，包括你用的所有的通讯系统，我都能够帮你找到。那这样的情形下，很明显的就伊朗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够。如果伊朗的能力一旦够了，那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就会下降，它的效率就会下降。问题是谁要来帮伊朗？伊朗自己不够的话，一定要依靠外国的协助才有可能。好，那当然我们这个战情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持续问舰长。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哉问啊，也就是伊朗为什么被打了他都不怕？他不是不怕，他是一直被打。我们想一想，去年6月的时候，是不是那个12日战争，然后最后又说打了伊斯法罕、福尔多这一些核武的设施，那个时候川普怎么讲？全部命中，而且摧毁了这所有的浓缩铀。那现在到底在打什么？也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摧毁。上一次不但是打那个美国打完了，以色列还去补刀。那以色列去打，人家问你以色列为什么要打？因为他的说法就很精确了。以色列说他觉得那个美国没有直接打到，所以他在补刀。那至于说呢，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一个伊朗他要求的一个也就是和平协议的内容有一项是不可以再打伊朗，因为你看去年打，今年打，那现在签订了，过2年又打，那哪一个国家是那个经得起这样一直打嘞？那另外他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你不要说大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指挥的能力啊。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不是随便乱找的这个是我们看到传统基金会以及这一个战争研究院他讲那个他提出来的，这个原来是哈米尼他一手掌握国防军，一手掌握革命卫队。我们这里面在这个指挥线里面有看到总统吗？没有所以这个指挥国防军跟指挥革命卫队叫做5个字关你什么事所以你现在说那个什么动武不动武的，那跟你没有关系的，他没有指挥权，对，你没有指挥权，到底要说什么？但是美国在这一次其实真的是血本在打。那当初我们看到这一个大家都说哇，美国好厉害，打出来的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以前是灰白色的，现在已经变成黑色的。为什么黑色？第一个易于匿踪，第二个也最重要的那个，也就是没有，第一个是因为夜暗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看得到，第二个就是匿踪，它有一个匿踪涂层，
所以涂起来黑黑的，就跟之前我们看到的，无论是 B2 或者 F117都是长成这个样子。不过它到底用了多少枚，这才是重点啊。我们看到说，它已经耗用了850枚，可是明年做多少枚？只做190枚，这么大的一个缺口怎么办啊？这个才是美国现在真正要头痛的地方。好，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现在你说伊朗怕不怕？当然一定怕。但是呢，我觉得这有很奇怪的一个这个逻辑性，就是如果两个人要对峙或打架，如果一个非常强，另外一个完全不强，马上投降，那就算了，缴械。但是呢，他没有强，他一定打不过你。可是他有一点实力，他也不能不打。但是如果我有点实力不打你，你就要我全部要走到最底端，让我完全俯首称臣，也就是我不回击必死，他就必须打。那时候打的时候呢，他自己，我想他们很有序，也一定要善用智慧。你会发现这一阵子来，他真是有序智慧的一段一段的反击，而且你打我什么我就反击你什么，他也不敢太 over 啊，他也不敢太过之，他还是必须维护在不会被其他美国的盟友责备的心态去打的，而且还不断的用这个文宣示意告诉世界说，我们并不是要打，是我们是一直被打，所以他知道我只有回击我才会有筹码。所以当要握有筹码，你会发现他这一个月打来，他筹码已经有了，他可以上谈判桌，要不然他哪有资格上谈判桌？2月28号，川普根本看不起他，他在谈的时候谈到说啊，我要你东西，你竟然不给，你不给我马上打你了。当时以为一打，你看你是不是完蛋了？你是不是要跑掉？你是不是要跪下来了？就发现，你看他打关税战的，不是躺就是趴了。他觉得这个小小伊朗你一定会跪，没有想到打了1个月，他有筹码可以谈。但是你知道他讲得非常清楚，伊朗说。我们不打我们就停战，很合理啊，是你们打我啊，所以而且他说你们再打下去，你们也会很惨。据我所知啊，一些富有的中东国家，很多的银行都已经关了啦。你像渣打呀、这个汇丰都已经关，这些很多的金主，我在这个资本市场中也听到很多金主已经不管怎么样，就是跑他们在国际地缘政治可以跑到的地方，包括香港、新加坡，当他有疑虑的各个地方的那个资金都已经跑掉。那你觉得还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伊朗说，如果你再打我们任何说的时候，我们就算也没有办法对等还击，最少你最重要的 AI 企业、大型企业，你再暗杀我，我就报复你。所以你去暗杀，你再来啊！而且你现在真的是暗杀无门，不知道暗杀谁。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啊非常厉害，它有一个这个莫萨德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情治系统啊，也是它的这特殊任务系统。这是他们在1949年成立，他们其实这个情报非常厉害。刚刚讲到结合他现在科技 AI， 当然人在结合科技 AI， 就是包括他们系统结合，当然可以很精准。从去年6月24号逮到他们的核研发这个，还有一些将领首领，这是非常厉害。他可以真的精准打击，包括委内瑞拉也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一次问题来了，他以为打到哈米等人就搞定了，结果发觉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确不一样，地又大，人又多，而且还有非常强的这个神权主义。我现在要讲，那这个最后一个讲说，大家要想到，现在这些中东国家真的是打了也被打了，他们讲说我们打不过美国，你继续打，川普现在毛了，不知道怎么办，川普也怕，这是个典型的消耗战，再打下去，刚刚讲到了第一场不是讲到这个E2这个E3那个这个预警机吗？你知道一辆多少钱吗？一架3亿，它是 F35的。第一名的第5代战机的3倍，请问一下，它能够消耗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消耗战，美国也打不起，美国也怕了。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美伊开战今天已经是第33天了，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说，到底川普的目的是什么？好，一轮好像找到一些讯息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川普打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好，听一轮娓娓道来哦。我们先看到啊，他说啊，这个目前以军他是说他摧毁了伊朗国内安全部队的关键资产。好，那当然，伊朗也出动了攻击型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以色列的西门子公司，还有美国的 AT&T 的通讯、电信跟工业中。好，那伊朗军方也提到说，位于海法的 AT&T 的电信中心是为了以军提供先进网络技术、云端运作跟人工智慧服务的美国研发中心。好，但我们看到川普啊，他就讲说啊，他的态度就是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也就是伊朗。他
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们没有核武，他们不会拥有核武，所以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赫姆兹海峡会自动开放啦吼。好，那川普呢？当然现在也被认为说啊，真的是被打趴了吼，这一场战争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好。所以 BBC 也接啊，说伊朗就是握着一手好牌，那这手好牌就是赫姆兹海峡。赫姆兹海峡之前就有专家说过嘛，它不是美国的核心的这个问题，但是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关于赫姆兹海峡就会想到的是油。好，所以呢，现在盟友缺油，川普就很生气嘛，然后呛瞎说啊，我建议各国向美国购买燃料，或是鼓起勇气前往赫姆兹海峡直接抢油。他说美国不会再为你们作战哦，那这些国家没有向我们美国伸出援手嘛。好，读到这里，伊伦突然觉得说啊，原来这场战争是不是川普故意的？故意干嘛吗？故意要制造能源危机，好让大家去买美国的油。好，这可能是伊伦的阴谋论，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专家帮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但是他这个举动呢，也被解读哦，是对盟友来施压，反映了就是美国对分担这个负担分摊的不满。但是这样就会削弱跨大西洋合作的基础哦，让北约内部有更多的裂痕。好，卢比欧当然是探说啊，现在北约只有6国支持美国的攻击行动，他觉得要重新评估，而且不能只有单行道。但是川普还点名了法国说在伊朗问题上非常不配合，所以他说美国会记住这件事情哦。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天蝎座哦，对于这很多事情会比较记住一点。好，那当然意大利的总理啊梅诺尼也批评这场战场好超过国际法的范畴，坚称意大利不会涉入。那赫格塞斯呢，则是也提到说啊，美国之路扼住伊朗，必要时就会采取应对的措施。那现在大家也觉得川普他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军队的部分也有一些问题，包含是 F-35战机坠毁，那这是在拉斯维加斯附近坠毁31号的下午，那机上1名飞行员受伤了。那川普的海湖庄园禁飞区也遭到民航机闯入 ，F-16升空来拦截发射热焰弹。好，美国官员有证实这件讯息哦，但是他说热焰弹在空中彻底燃烧，也不会对地面造成影响。后续也护送了民航机离开。所以现在川普可能还是有一些状况，但是呢，刚刚一轮有讲到嘛，目前大家一直在讨论川普打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好，配合他最新的说法，是不是跟油有关呢？我们来问戴教授。跟油有关的话，就是对于川普的金主对于美国的油企业、油商有帮助，可是对美国的经济没有帮助，反而有伤害。对美国的广大的消费者没有帮助，反而有伤害。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加州的油价1加仑都涨到快要到10块了那这个吓死人的高昂。那也就是说，对于你美国的广大的民众来讲，他们开车是对他们生活中上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可是问题就在你油价涨成这么高的时候，你薪水没涨，那油的支出、交通运输的支出一直升高，物价也高，物价就会拉高，然后收入越来越少。这个对于经济来讲是会造成这个通货性膨胀，这个很危险的。所以美联储都在考虑。那会不会造成这个更严重的问题？到底要升息还是降息？已经没有人讨论了。现在是在讨论的是要不要升息的问题。一旦如果美联储还是决定要升息，还好现在是暂时决定按兵不动。可是如果美联储决定要升息的话，美国政府的在台就高筑那美国政府在台高筑，美国政府陷入破产的可能性就有了。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哪里有好处？所以你图利的是少部分的油商，可是你却害死你自己的政府，你害死整个广大的美国人，你也害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尤其缺油的国家。那你图利的就是产油国，他们赚翻了，而真正赚到最多钱的，那当然就属于俄罗斯了。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这个战争打越久越好，因为他赚的钱越多。那他的钱都可以赚的钱都可以用在中东地区，用在中东地区的战争，这个很不利于乌克兰，更不利于整个欧洲的国家。可是对于这普丁来说的话，那感谢你这个川普对不对？你川普真的是让我俄国人再度伟大
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那个普丁可能要送川普一个这个十字军勋章吧，说感谢你让我们俄国人特别伟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川普很不负责任的，为什么？他估计要打通这个海峡，最少要4到6个礼拜以上哦，而不是以下。那这个比他预期说要在一个月内结束，因为他最主要的是他要在5月中要到大陆去访问嘛，所以他一定要在5月中之前要把这个战争2个礼拜要结束。对，6个礼拜，本来是6个礼拜嘛，对，所以现在要缩成2个礼拜，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推断，是不是考虑查理要到美国去访问了？那他希望说，查理到美国来访问之前，这个战争能不能告一段落？能不能他以宣布胜利的姿态来迎接这个英国的国王？那这样的话，让他自己很有面子。不然的话，英国国王来的话，战争还在打。如果战争打得更不利，对他来讲更糟。好，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海峡是你们的事，欧洲人的事，海湾国家的事，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解决，不关我美国人的事了。有这种道理吗？是你造成海峡被封，你不负责任的就想把它甩给欧洲人，甩给这个海湾国家，而且甩给全世界，因为本来海峡是自由可以通行的，现在变成要缴保护费了，这个岂有此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卢比奥，北约不是帮派组织，你现在把北约变成帮派组织了，为什么？因为北约的这种集体的防御是来自于他被攻击，可是问题是你是侵略别国，你怎么可以启动北约的这种防御的机制？那你不是耍流氓，不是？那怎么来解释呢？好，所以这整个战事看起来还可能有一些变数。好，聂老师 ，OK， 我先讲一下，这里面有提到一个，那我想让大家再回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terminology， 叫做 CRINC， 就是这里有讲到 Herxes 他这个战争部长他说，这次战争的背后呢，他们知道。美国知道，他说一定有俄国在背后 support， 但怎么 support， 不管是显性的、隐性的，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各位想一下哈，这个2020年，其实因为川普上任之后，然后一直到了拜登，到现在的川普呢，1.0到2.0版，整个所做的大动作，当然也知道，尤其他讲 MAGA， 美国一慢慢走衰、走 decline 以后，他要 MAGA 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做的整个动作呢，不管是你唐罗主义要保护西方市场或者怎么样，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俄国势力也不弱，而中国的崛起让他非常的恐慌。在1992年2000年就有人说了，中国越崛起，美国就越疯狂。可是中国一个就算了，可在202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家常常集合，像去年2025年9月，有一个中国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上面是站着普京，站着习近平，也站着这个金正恩。站在一起，当然没有Iran了哈。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前几年，他们不断的开会，谈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反西方的合作。反西方合作，在他们的认知就是反这个所谓的帝国主义，那么反这个所谓的霸权。那这里的哪些国家？其实就是刚刚讲的China、Russia， 还有 North Korea， 那中间还有叫 Iran。因此，他们把它拼凑一个叫 CRINC， 而且西方国家把它叫做邪恶轴心。大家知道哈，这邪恶轴心这4个国家。其实只要当你看台湾有事，日本就说它就是它的事。你知道这些国家只是没有人敢现在明目张胆的反你世界最大霸权的美国，但是你说心底下或者在非常多浅的浮动，是不是有人在反美国？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因此只是在不敢台面上讲。你看现在欧洲，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各个国家哪一个不觉得你看得出来吗？美国已经施了各大的压力，甚至用恐吓之语言说不好听一点，你非常不配合，我会永远记得你们，这就是有点恐吓了。之前还讲了更严重的话，大家还是不动。为什么？大家已经知道你霸权到了极端，所以这些已经被你长期欺压的就会有反霸权。我要讲这个反霸权、反帝国主义这些国家，当然就有可能后面会慢慢的支持。我觉得不管在武器或怎么样，就像巴基斯坦、印度当时的战争，多多少少会透过各种管道。希望这个，尤其伊朗现在从某个角度，它就是被打的国家，我们讲被侵略好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有所支持。这是我所看到的。再来呢，我觉得再谈一下赫姆斯海峡这个问题各位想一下，川普呢不断的呢这个提出了各种的条件，要伊朗这个答应，结果从4个条件到了6个承诺，到了15点，这干什么？换汤不换药。可是你抓重点还是这几个嘛。
核武发展，核发展核计划给我停掉，第二个导弹给我停掉，还有他还讲到对前方的所谓的不管是胡塞组织，就是你这个或者是这个真主党或者哈马斯，你全部不能再支持他们的代理人，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他不这样子去 support 他的小弟，他将来没有钱，他也是会死得很惨。就像第一岛链破灭以后，这个国家我们台湾也会比较危机一样的道理。再来呢，我觉得他现在呢很严重了，就是他还有一个他的每次换汤不要里面还有一个，他没有预想到荷姆斯海峡会被这样子完整的被封锁，因此呢，他开始呢想要打破这个被封锁，他用了各种力量，也各个拉帮结派想要去打通，结果打不通，他现在就做一个动作甩锅。我惹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要来打，因为他打不动了，所以我觉得这很可笑，他打不通，因为他知道要打通成本代价太高，所以他干脆甩锅了。好，所以聂老师刚才讲了4个邪恶轴心的国家哦，其实反过来看，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国家哈。舰长，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海湖庄园遭到民航机的接近 ，F-16，也就是美国空军立刻起飞，然后发射热焰弹啊。我们来看看发射热焰弹这件事情已经很多次了。那我拿出的手板一直是这一张啊，也就是呢，我们看到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这个标志，然后它所提供的 AIM 手册，也就是航空资讯手册，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要驱离你这一个打的就是所谓的热焰弹啊，这一个像仙女散花一样，就是啊，那也就是我要引导你离开。那我们想一想啊，2024年5月4号的时候，解放军在黄海是不是也对了澳洲的这一个海鹰直升机打热焰弹？那个时候你澳洲说什么？不安全、不专业。你现在敢讲海湖庄园吗？你敢吗？你不敢。同样的，在我们看到2025年的2月11号，澳大利亚的 P8A 在南海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被这个解放军打了这个热焰弹。你是怎么说的？你也是说不安全、不专业，甚至在去年的这一个我们讲到正义使命的时候，那个解放军也对我们那个台湾的战机打了热焰弹，这个是按照我们刚刚讲 FAA 的标准打的，所以以后大家不要再说什么不专业啦，那不安全啦，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啊，是不是？那至于说啊，刚刚赖老师有特别提醒啊，那个大家在那个群魔乱舞、末世狂欢的时候，不要跟着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都讲到霍姆兹海峡就是油跟天然气，错，还有氦气啊。这个是财富月刊告诉我们的，伊朗战争切断了卡达的一个氦气供应啊。那这个切断的时候，卡达供应的是全球1/3，而且它现在的这一个售价已经涨了1倍以上。那然后呢，我们讲到说它需要用这一种氦气去刮除在制造晶圆的过程中刮除这个沉积在晶圆上的这一个材料，所以呢现在不通了，而且呢很贵啊。